带你抓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假日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张骞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带大家来掌握一下美伊最新的动态哦。那因为前几天都讲到说啊，现在看起来美伊之间又有一些的冲突所在。那到底协议谈到如何呢？我们先看到整个战事的现场好，因为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啊，他现在就有宣布说啊，29号发射了一枚地狱火飞弹。好，我们带大家来看这个是袭击瘫痪了一辆驶向伊朗港口的联星号货轮。好，这个货轮啊，此前是不理会美军超过20次的警告，所以美军就开轰了。那目前联星号是仍然漂浮在阿曼湾上面，那美军也没有登船。但可以想见这两方的态势啊，是日益火药味越来越浓。那伊朗的媒体就有报道，革命卫队击落了一架美国的 MQ-1 无人机。那这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声称，有一架美国的 MQ-1 无人机进入到伊朗领海执行敌对任务之后被击落。好，那遭到防空系统探测，而且摧毁了这架无人机。德黑兰就警告说啊，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都将遭到报复。好，那如果对MQ-1 有一些了解的话，就知道其实美军的 MQ-1 在2018年就已经退役了。那这个目前看起来，这个 MQ-1 应该是之前美方卖给阿联酋的，但伊朗现在也是不服输也不认输，他们又做了 AI 影片哦。我们看到从228到现在，他们在 AI 上面的技术蛮强的。好，他们是宣称要向美国宣战，那扬言会让川普度过糟糕的夜晚。好，这个是用 AI 生成的方式来进行宣示。好，那另外伊朗在演示活动当中也首次的展现了一些这个新型的快艇啊，然后这个能佩戴的是巡弋飞弹跟鱼雷，同时在高达3公尺的海浪当中来进行航行。好，所以有一些不同的态势的发展。好，那我们再看到的就是啊，这个3天击落了2架的 MQ-9。那伊朗也坚持无核协议哦。那1月有一个抗议的画面流出了，我们看到啊，美伊的紧张情势持续升温。那革命卫队也证实说啊，3天之内2度击落了美军的 MQ-9死神无人机哦，而且还公布了机身的残骸毁损在当地沙滩的一个影像。那说中国大陆的飞弹啊，好像也被用来这个击落美国的 F-15E 的战机，那说是首次。那美国媒体说啊，伊朗恐怕还获得了北京雷达的支援。好，我们带大家来看这起事件是发生在4月。好，美国一直在调查这个4月为什么发生一起 F-15E 被击落的事件。他说，因为这是数十年来首次有美国的战机被敌火击落。NBC 就报道说，目前还无法确定击落 F-15的肩射飞弹是中国近期交付给伊朗，还是数年之前交运的库存武器。那同样无法确认的还有就是这个雷达 YLC-8B 的雷达是否是战争期间部署的。好，那前国安官员就透露说啊，美国官员可能是想透过泄露情报来借此揭发中国的计划，因为前几届的政府也曾经使用这样的手段。好，所以在这个部分看起来也有点叠对叠。那伊朗也据报可能使用这个中制的肩扛式导弹击落了美国 F-15的战机，但是这件事情中方有态度。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说啊，中方在军品出口方面一贯采取慎重负责任的态度。根据本国出口管制法律法规以及承担的国际义务，实施严格的控管。他说，中国反对无根据的抹黑或是恶意的关联。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这边有一个反击的这个反呛的措施。好，那现在呢，大家就想说啊，是要协议呢，还是要打呢？目前好像还有一点点没有头绪。那大家就也问到了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那他就说啊，如果美国跟伊朗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美军已经准备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好，那美军目前无论在中东或是全球其他的地区，都拥有足够的军备与后勤资源的支撑相关的作战行动。好，那当然在一轮看起来就觉得啊，美国每次都这样都是用这种极限的压迫式的方式，好像要逼伊朗什么，但最后都没成。
那川普怎么想呢？其实他有回复伊朗中战的协议。好，那对于这件中战的协议呢，他是提出了更强硬的条件。好，那说已经把修改后的方案送回了伊朗。那根据知情的官员有透露，说川普这个举动就是在施压德黑兰接受先前已经送交最高领袖这个穆吉塔巴的框架，希望加快结束战争的谈判进程。所以你可以发现吗，在这段时间里头，川普每次都用一样的手法，但每次都被伊朗给突破。所以呢，这一招到底管不管用？耶伦是不太看好了哈。好，那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国的财长贝森特他特别有讲到任何解除的措施都会是逐步进行。好，所以如果要松绑对伊朗的制裁他说伊朗的政权就必须达成若干的目标。但如果短期之内看不到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美国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制裁。好，那当然现在伊朗的最高领袖顾问有痛批川普，好说根本无意谈判。好，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一次的228，好，美国这个轰炸伊朗的时候，其实就被伊朗认为是背叛，所以这是不是就是所谓伊朗认为的第3次背叛外交呢？那当然，现在美伊之间两国的互信程度相当的低。到底能不能达成协议？耶伦也是给个大问号啦。好，那我们看到一开始就是赫姆兹的海峡危机还是没有减少。那目前美国跟伊朗之间的状态还是持续的升温当中。我们先问彬哥怎么看？我们现在就看到了，就是最近这几天这种零星的冲突就出现几次。先是美国去攻击伊朗的港口，后来伊朗又发射导弹还击，那现在他们又去打货轮。那看起来就是双方就是一副蠢蠢欲动的样子。那可是也可以看到，就是双方虽然都有出现这些零星攻击事件，但是都显然相对都很克制，并没有想要进一步扩大，就引爆重新开始全面性的战争，并没有这样的状况，而是在这种互相出言威责恐吓的这样一个阶段。特别是伊朗就出这种 AI 影片，就是宣示自己还有强大的这个导弹能力。但是问题这是 AI 的，所以你要人家信还是不信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都是一种宣传意味比较强，恐怕与其说是给外国人看，不如说是给自己国民看，让增强自己国民的信心。对，那可是现在就是美军，你有5万多的军队，你集结了这样的兵力，然后持续的在那边进行这样零星冲突。第一个，你每天就是在烧钱，你不断的，你军队驻扎在那个地方就是要不断的花钱，然后更不要说还是零零星星会出现战损，比如说你 MQ9 3天就掉2架，那未来 MQ9 只要它出勤作战，陆续还是会被打下来，因为 MQ9 本来就是一个相对容易被击中的东西，连那个胡塞组织都可以把它打下来，你说伊朗会打不下来吗？一定打得下来。那所以美国如果不想持续这样的战损的话，那他就必须要想出一个解决之道。那可是怎么解决呢？现在看起来双方都有点骑虎难下。美国没有办法完全压服伊朗政权，可是伊朗政权它虽然能够反击，但是它反击力道也是有限，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说双方你要他进一步也很困难，叫他退一步一样很困难。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是不是有另外一个第三方的势力能够进来协助化解。那之前他们比较期待就是中国大陆是不是愿意在中间扮演调人的角色，可是你看中国大陆几次都说他希望能够迅速达成停火谈判协议。可是呢，他就是没有自己亲自进来，他宁愿让巴铁去做这个调人，他自己没有直接介入。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很简单嘛，如果你身为一个大国，你直接介入的话，就变成你要做保。你未来你既然介入，你未来就要确保，就是美方跟伊朗都愿意履行条件。那问题是你怎么确保？美国的川普是你能够控制的吗？谁也不知道。那在这种状况下，你觉得中国大陆会去当这种傻瓜吗？所以中国大陆宁愿就是他扮演公正的第三方的角色，也就是我希望你们赶快达成和平协议，但是我不会过度的介入，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是伊朗一直说，希望中方介入，美国甚至有意无意的，好像也希望中国介入，甚至他现在就拿出说，是不是你一直在提供伊朗武器啊？就让中国在百口莫辩的情况下就被逼的介入。可是你看中国大陆就是不介入，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个人是觉得，以现阶段来说，双方虽然不断的拉高对对方的恐吓，可是你说要真正达成停火谈判，恐怕还是有它一定程度的困难。
那美方已经说了好几次，说要全面性的攻击啊，要把它炸到地狱去啊，什么讲了一大堆。可是你看，他还是按兵不动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态势来说的话，未来可能还是会有这一类零星冲突出现。可是如果真的要全面性的战争，我个人是认为以美国目前集结的力量，根本还不够让他重新再来一次战争。所以我觉得大概局面就是持续的拖延下去。那什么时候能够达到真正的和平，恐怕要很久以后了。我个人觉得大家也不用太乐观，这个局面可能还要拖很长一段时间。对，但是这个局面拖下去就会出现问题，就是能源哦，那还有一些很额外很多影响的部分哦。那大钟教授怎么看？我觉得现在的局势就是又回到2-3个礼拜之前啊，都是让大家充满了期待哈。曾经有一度觉得说，哦，好像从川普的谈话哈这么胸有成竹说，好像这个结果会出来啊，甚至不是前一阵子卢比奥这个国务卿访问印度的时候，他也脱口而出说，好消息是可能快的话几个小时之内会有大家想见到成果。但是有这么多的狼来了，而且不是一次两次，所以让这一次大家对于到底未来如何又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又很怕是这个歹戏拖棚，而不是好事多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几天5月29号又有这个非常我们类似的新闻传出来，就是说这次在伊朗这个击落这个美国的无人机，还有包括4月初那一次击落所谓的 F-15E 这个战机后面好像是有中国大陆的这个帮忙或援助。大家记得一下，回忆一下，最早有这个传闻的时候是4月初，当时这个美国 F-15E 不是被击落，美国后来展开了大规模的营救行动，就有 CNN 在报道说这个有媒体在报道说可能中国这个伊朗是运用到了这个中国大陆这个雷达系统，还有所谓的这监视武器，才有办法来击落，美国非常在意。第二个是在川习会5月中之前，类似新闻又起来。那现在是川习会已经结束了2个礼拜，这次是 NBC 美国自己的媒体，而且是引用五角大厦还有美国情报体系匿名的官员的讲法，说4月份那一次被击落的这个被击落这个美国军机技术鉴定报告出来大概暗示就是中国大陆的监视武器。那还有呢，就是后面很多那种这个看起来很模糊的一种指控。那大家会觉得说，那为什么这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目前为止大概是2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我们常看到报纸上写的，有时候美国官员会刻意的这种战略性的这种释放这种情资，意思是说我间接的指控你，那间接的指控你基本上带有一个最重要目的就是我防范于未然，或是我可能真的有情资，但不是很确定北京准备继续这个运送这个伊朗相关的武器装备，所以我用这样公开泄露之后，对你造成一种隐形压力。但是白宫没有承认，战争部也没有承认，但是消息泄露出去。但是我们也知道，回忆一下，川普在这个跟习近平碰面之后，他有讲，他说在伊朗议题上，北京跟美国有很好的共识，而且习近平有承诺不会提供武器装备给所谓的伊朗。所以到底是不是这个可能性，我们不得而知但第二种可能性，其实过去还有一种状况，但是几率比较低，是美国的情报体系或是在国防部里面的一些官员可能是比较建制派的，意思是说他们不太乐见目前这种美中双方的这种关系还可以，那有意无意就释放一些讯息出来，破坏，有点是在做刻意的破坏，而且这些所谓的释放媒体的讯息匿名是没有得到授权，这也是少部分的媒体现在正在分析的可能性，就是我在放大这种似有若无的这种伊朗跟中国大陆之间这种武器装备移转的关系，那基本上是要破坏目前美中之间还不错的结果。那可能性1跟可能性2，哪种是真实状况？到目前为止真的是我觉得是不得而知。但川普基本上是很在意目前美中关系的平稳，但我们也无法排除说有没有可能他有一些蛛丝马迹，所以透过美国的国防部匿名的官员、情报体系官员释放这个讯息，对中国大陆形成某种程度的压力，而这压力要刚刚好，又不能破坏到美中关系，所以这一切都有可能到等待以后才有更明显的这个证据可以来做判断。好，所以大家有发现吗？国际政治很复杂而且呢一进一退都在计算当中珍辉舰长怎么看？可能大家看到最近的情况有点担心，它会往坏的方向发展，就是扩大这个战争。但是我不太担心了，我觉得它在降温，
他在收敛。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美伊双方，伊朗当然不希望继续打，因为他是被打的一方。那美国是川普在决定，所以川普操控这些，那川普更不想打。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样子呢？我一直觉得，川普就是他现在，就是他很难退场，你要给他找一个退场，你知道吧？如果他今天说我就撤回来了，那全世界国内也会瞧不起他，国际也会瞧不起他。你看你们美国这个川普政府多丢脸，我们美国从来没有这个样子的，还没有打进去就已经退回去了，而且现在看起来明明就是你输嘛，你没有胜，好不好？所以他就觉得他很难退。那他再怎么操作呢？我最近看了，我觉得他第一个操作是什么东西？你知道？他第一个告诉全世界，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谈判嘛，和平这个谈判，这个谈判完全操纵在我的手上啊，就是我同不同意是我川普决定。那我今天放个消息啊，他们快同意了，他们已经大概达成了95%了。但是我明天我又不高兴，因为我不满意他的什么东西，我又在逼他什么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川普一直展现出来的就是说，是我不同意伊朗的这个条件，我在刁难他。如果有一天一旦美伊谈判成了，那功劳谁的？是伊朗的吗？当然不是，是川普的。而且你到现在你怎么知道他们谈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川普每次说我们已经达成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伊朗那里说我们从来没有，完全是川普一个人自说自话。他所要导演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掌控，如果谈成，全是我川普的功劳，而且我也逼得伊朗退了这个退了那个，这是第一个，对不对？那第二个他在做什么？第二个其实美军从那个他们的叫做什么的上次的那个军事的那个将领就讲。他说：“我们准备做一场短而有力的打击。所谓短，那是重点；有力，只要他说我打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啊，对不对？我10个这个战斧飞弹，我攻击了一个什么啊，造成一个强大的这个，然后包装成我们美军胜利了，彻底胜利了，赢麻了，然后我们现在撤退就可以了。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就是他的这个转移焦点，他一定要制造一个就是。”我一旦这个事情发生，大家就开始忘掉了这中东那里，然后美军退回来了，那转移焦点最好的现在那个候选人是谁？古巴啊，古巴就在这个美国的门口，所以他那里万一跟美国派兵进去，一定会掀起美国所有这些国内的舆论的关注，全世界也肯定也转过去，所以美国是胜是败，大家也忘了，但是大家都记住了，最后那个和平协议的。促成者对世界有贡献的那个人是川普。川普当然是想要塑造自己这样的氛围啦，但也有很多人的分析师面认为说啊，中俄如果能够介入，然后好像在求川普的话，川普会更开心哦。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也要带你来观察一下，就是香格里拉峰会。好，那在今天是最后一天，他们是3029到31号。那当然，因为很多的国家都有参与，包含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所以大家也很关心。但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并没有现身，但是军方代表还是有出席哦。那我们看到啊，在这一次的这个峰会当中，美中是不是不能提台湾呢？因为赫格塞斯就被认为罕见没有提台湾，而且他是大赞美中互惠他说在川普的努力之下，美中的关系来到数年最佳的状态。那对台军售议题最后的决定权在川普手上。伊玛博阿贡啊，他因为很害怕，因为川普这个人也没有办法去预测他就说都在川普这边呐。但是因为去年特别警告说中国是威胁，但他今年只是改谈说这个稳定平衡。那你可以看到他想说这个中国持续扩张军力，而且扩大区域的影响力。美方这边不寻求跟北京发生不必要的对抗，那是希望印太地区维持稳定平衡。那法新社报道说这跟他去年比起来的说法其实和缓很多因为去年在同一个场合他非常强硬，那今年对于对中的措辞明显是比较温和的。好，那赫格塞斯他就有特别讲到美中相互尊重沟通，我们来听听他口中的中国大陆。
What we seek and what the president has constantly articulated is a genuinely stable equilibrium in which no state, including China, can impose its hegemony and hold the security or prosperity of our nation and our allies in question. The United States seeks to preserve the conditions that have long underwritten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is region. We are the power working to sustain equilibrium, not to disrupt it, plain and simple. We defend a status quo that has enabled extraordinary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ross the region. 好，那我们也看到了中方这边的代表特别讲说啊，期待中美双方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好，毕竟川习才刚会面完毕哈。好，那香格里拉呢？美国到底有没有面子啊？因为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峰会喊出啊，盟友要来加军费，他要求国防支出要达到GDP 3.5%，说免费搭便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好，这跟这个近期美国的做法都一样哦，就是赫格塞斯要求印太的盟友们啊，你们自己要把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3.5%，那甚至重申说美国印太的准则坚定、沉稳、清晰，那也释放出美国的政策转向了务实的现实主义，同时强调凡是渴望和平的人都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好，但是盟友们有在理吗？好，因为现在的国际局势已经跟过去的国际局势美国独大的概念不一样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赫格塞斯这样喊话之后，纽西兰的财长马上说啊，我们没有那么多闲钱。哦，那还有东协的秘书长说，我们不会选边站队啦，与所有伙伴都要保持接触。那是不是等于美国的要求不等于一定要必须照做？你看到马国的防长也说啊，不急于增加军费。那甚至苏林也讲，越南不在中美间选边站啊，加强与华关系跟和这个解决南海争端都是不矛盾的。好，所以看到这么多的国家对于赫格塞斯的喊话，啪啪啪啪给了4个巴掌。好，那当然现在的国际局势就像刚刚一轮说的，已经跟过往不同了齁。所以呢，我们中华民国也要特别学习一下，人家都不选边站了，我们还在选边站。好，那美国的防长在相会高喊不背弃亚太的盟友。现在学者有拆穿，认为是无效的安抚。这是澳洲战略分析研究所的总监说的他说华府好像想利用相会来安抚亚洲盟友，同时维持跟北京的关系。但问题就在，就算亚太的盟友可能觉得美国的安抚言辞中听，但是在中东跟拉美的军事行动当中，也看到了美国的嚣张言行。好，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盟友现在都是跟美国有一点点这个社交距离。因为会怕啦齁，但是有2个国家不在怕，就是日本。日本你可以看到，他跟这个美日的防长就有进行会谈，说2国要共同研发飞弹。想学金斯兰就说，因为我们最近放宽了防卫装备出口的策略，那未来还会修订安保战略的规划。赫格塞斯就讲日本未来如果能够出口更多的防卫装备，就有助提升区域的吓阻，进一步维护和平跟稳定。那日纽澳3方防长也确认了会强化防卫装备的合作。那香格里拉的会谈中国大陆代表就批日本根本没有资格谈国际防务的合作，因为他认为这就是军国主义的复辟。好，那除了日本之外，另外一个国家不被加的就是菲律宾。你可以看到菲律宾他不是才跟日本这边有见面嘛？现在菲律宾的防长也说我们跟中国在海上争端日益激烈，也说会面临一场长期的斗争。那菲律宾防长说，还绕到这个后厨来躲中方的记者，中国大陆的记者。那当然有人认为他是不是在香格里拉有点心虚啦，有被做一些这个文章你可以看到，就是他绕过饭店的后厨，提到离开现场是为了避免中国记者的提问。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了香格里拉峰会这件事情算是国际的大事。那赫格塞斯的谈话当然洞见观瞻。我们先问彬哥怎么看？其实世界局势真的变化得很快。是，想当年赫格塞斯跟卢比欧都是有名的对中鹰派，结果现在态度慢慢都转变。卢比欧还去中国大陆一起去做了川习会，姓被改也没关系。对啊，是没关系，那个无所谓啊。我看他搞不好都不知道自己姓被改，因为对他来讲那个根本不重要。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在于，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改变？照理来讲，美国如果真的像他们自己所宣称的实力如此强大，
他没有必要对中国大陆改变啊，他可以像他们过去所惯用的方法，用他们的实力逼迫中国低头啊。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不是美国不想这样做，而是美国做不到这件事。其实现在的局势就是这样，所以他被迫不得不承认中国大陆的实力，然后所以他才会改口说，我们并不是要改变现在的局势，只是需求希望大家能够均衡。那与此同时，他在干什么？他在借由相会，去要求所谓的亚洲的这些盟友伙伴，你们全部都要加强军事实力。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第一个，当然这是川普一贯的主张，就是美国不应该出这么多钱，美国不应该这个花钱再去帮助别人身上，而是应该让这些国家自己扛起自己防卫自己的责任。那问题是，我觉得美国没有想到一点，就是如果这些国家慢慢军事实力真的全部都起来，那他还需要你美国吗？过去这些国家就是因为你美国够强，我可以依赖你，那我可以把我的力量专心去发展我的经济，去照顾我的国民，所以我才把你当大哥啊。但是如果说我自己必须要扛起一切的责任，那我为什么还要尊你美国为大哥呢？对吧？我就不需要再理你啊。所以川普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实际上他正在减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可是他在告诉你，他让美国更加伟大，再次伟大。其实这其实是一个背道而驰的东西，只是我不知道他们意识到没有。那更好笑的就是，美国在要求这些国家加强自己军事实力的时候，美国的付出有减少吗？其实也没有。你看，川普在最新的国防预算里头，还要增加到1兆5千亿美金呢，实际上是远远超出过去美国的军事预算。所以这个对美国人来讲，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如果我们去负担盟友的这个资源变少了，那我们应该要节省很多资源出来，去照顾国内的民众，结果不是，结果是他的军费反而提高了，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那到底在节省什么东西呢？所以川普其实在做一些自相矛盾的事，但是我不知道他自己意识到没有。那可是现在这个状况就是，不是亚洲这些国家不想做，你要知道很多国家它目前本身是在发展中的国家，它如果都把资源都投注在军事预算上面，那它还有多少的资源能够去发展自己的国家呢？那更何况我们随便举个例子，纽西兰强力发展军事到底要防谁？他在南半球，谁会威胁到他的安全？根本毫无意义嘛。所以我觉得美国把自身的希望去投注在这些国家身上，到最后恐怕会落得一场空。好，大钟教授怎么看？对，我觉得这次赫格塞斯在这个香格里拉峰会的演讲内容其实完全不出外界的意外了。因为基本上它就是承袭包括最近一次的川西会的重点，北京跟华府是已经确立要建立所谓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其实它也没有拖，去年12月我们在节目上讨论过很多的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还有今年1月份的这个国防安全战略基本上就是对中国的用字遣词是我觉得是非常的克制，也是非常谨慎。那重点就像刚才所讲的地方是，美国还是非常重视自我的实力原则，但是他要跟中国大陆搞好关系，而且在区域里面，包括印太，要重视是平衡跟稳定。那至于对这些所谓的美国的盟友跟伙伴，美国会说我的承诺都在，但是要注意你们要付出更多，绝对我们不能够再让你有所谓什么搭便车吃美国豆腐，吃我豆腐，这是绝对不能够允许。所以他的演讲范围是在这边。但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这一次去的这个代表，其实国防大学有少将军衔的一位教授，是这个孟祥青。去年2025年也是国防大学，我记得那时候还有挂副校长衔胡刚峰，所以基本上阶级是降低的。但我们要知道，中国大陆参加这个香格里拉会议，早期在2002到06，当时大概也就是这么低的阶级少将。或是说中国大陆这个国防部里面有外事办公室里面的这些主官，有时候会有学者代表，但是从2007年到2010年其实已经有升级。当时我印象很深的是副总参谋长张庆生带队，2007年算是一个重要转折。那之后还有副部长，但是从2011到2024，大家注意一下，其实这些年当中偶尔其实会有国防部长出席的。但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的体制里面，国防部长主要是那种军事外交，真正的军事里面的权力还是在这个军委会里面。但是在这个时期里面，包括梁光烈、常万全、魏凤和、李尚福，包括董军都曾经出席过。是，但这2年从去年到今年，其实是明显降级。那为什么？那目前来说有几种不同的推测。第一个是
北京可能对于香格里拉会议还是比较没有那么有兴趣，或是慢慢有一些不满，因为这毕竟不是北京的主导舞台，不是主场。因为这个香格里拉会议名义上当然是 IIS 是英国的智库主办，但是新加坡的国防部还有官方在后面支持，是东道主。但是这么多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议题里面，中国大陆是会被围攻的，包括像是南海前几年的这个台海议题等等。所以这不是一个中国大陆很喜欢的一个管道，而且再加上近年来我们也知道北京有所谓的香山会议，这真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主场。最后一点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也不想要过多的政治解读，因为大家如果有印象，前几年只要是美国国防部长在，中国国防部长在，大家会说那这两国部长双方部长会不会讲话，会不会碰面，来作为评判美中关系的指标。所以这些都是很多可能北京不想要面临到的波折或是不确定因素，那干脆我就降级参加，大家就不要有话说。对，当然这个反映的也是中国大陆是不是也有一些底气啊，可以不参加哈。珍辉舰长，这个其实东西方都在争他的话语权呐、好比说我们来讨论这个国防，那西方主导的就是这个香格里拉论坛，那中方也主导了一个叫做香山论坛，这两个都不一样的。以去年来讲哦，我去年就是说参加多少，去年的香山论坛总共国际有100多个国家跟组织，总共参与的代表有1800位，也就是它是非常多的。那在这一次的这个香格里拉就40多个国家，当然有去了，据说去了40个防长，它也是蛮多的，但是它的规模跟那个参与人数是比不过香山论坛的。那谁掌握这个主场，谁就几乎主导了这个话语权。就是我们这次讨论什么题目啊？我们这次讨论是叫做世界要多极啊，这就大概中国提出来的，就在香山论坛。在香格里拉就是一个什么南海啦、台海和平稳定，大概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所有去参加这些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是上抱着一个，好比说我举个例子，台湾也有去的话，那台湾当然没有去。我假设台湾去的话，那台湾就是抱着一个大拜拜的心情。第一个，你根本不可能决定那个话题，那个讨论什么东西，那个美国已经决定了，那你去那就那里听。但是除了这些小国之外，那个大国可以借这些东西宣示一些他的政策。那尤其是像强权美国，美国就是利用这个场合宣示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认为应该怎么样。像以前，好比说之前，他都是几乎就是团结他的盟国来共同的抗中，所以前几次去的几乎中国都是那个围攻的状态。2024中国去的就是防长嘛，那个防长他完毕，他就说我几乎在那里会被围攻。所以到了2025、2026，几乎他就没有去了。就是因为他在那里被围攻，那在那里也没有什么，坦白讲，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那你看这一次，其实美国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美国以前所有的这个讲法，大概都是一个我们要团结起来，我们要维持台海，要维持南海的稳定。其实他的靶标都是中国，但这一次他改了。这次他讲了3个东西，我觉得我看了觉得蛮感触的。就第一个，我们要维持稳定的和平；第二个，公平的贸易；第3个，相互尊重的关系。你去仔细听他这个东西就是说，以前我们是意识形态先，但是现在呢，先谈交易，稳定、和平，我们来交易，然后我们再谈后面的东西。那至于他为什么不提台湾？因为他谈台湾什么？他要刺激这个北京吗？他当然不愿意刺激。那他还愿意承认说我放弃吗？那不是自己很差吗？所以最好的一个对策就是不讲，不谈，对，就是不讲，他也不示弱，但是他也不会去刺激北京。对，就有些敏感议题避开啦哈，毕竟这个习近平9月还要访美哈，也不能先把别人给这个关系搞坏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假日愉快，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汪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最新国内国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浅秋好，各位朋友好。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浅秋，各位观众大家好。军事专家施孝伟。浅秋好，大家好。香格里拉对话
在过去很指标以美国主场的这样子对话现场呢，今年的变化产生了非常大不同的氛围，包括美中之间的关系不太一样氛围了。而这个其中解放军国防大学的这位教授，因为这次国防部长没有出席，是有一些学者来出席，他公开了呛瞎日本代表，听听这段谈话。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审判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我深表怀疑。他直指日本是军国主义复辟哦，是这样子的言论。那么日本的代表小泉进次郎也特别就直接回应说，一个国家拥有大量核武、战略轰炸机，日本都没有这些武器，被标签为新型军国主义不奇怪吗？他是这样回击的。同时他说，日本对话的大门一直打开，愿意跟中国在内所有的国家沟通，所以这段部分倒是比较放软的哦。那么当然，那么记者也去问了，近期日菲积极在推进防务合作，当然来自于美方的要求。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如何看待菲律宾这一题呢？问的是为什么这个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啊？他的回答是，每个国家都想增强自己的防卫能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搞集团对立、新冷战，只会越来越困难。不明白菲律宾为什么要选择自己作为美国的小弟呢？那当然，这个菲律宾的代表，很多中方的记者在这个场合里看起来很活跃一直包括问小泉进次郎等等的这些问题。他想要访问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结果呢，看到画面还被拍到直接从厨房的动线离开，巧妙的绕过了等候的中国大陆的记者。像这样的画面，大家看到蛮有趣的，就是避免碰到大陆的记者哦。好，那现在越南的部分呢？因为这个氛围正在变，本来是美国主场，这些国家一向都是站在美国立场的。连越南的国家主席苏令也说，南海的争议部分呢，牵涉多方，现在他不站边喽。他说呢，要加强跟对华的关系，解决南海的争端，并不矛盾。那或者像马来西亚好了，国防部长说，尽管美国施压盟邦要提高更多的军事防卫能力，要买更多的武器。不过，大马不会在这个时候急于扩大国防预算，因为呢，在推动军事现代化的同时，必须兼顾其他关键发展。所以，不是只有逼台湾了逼很多的国家都要赶快购买更多的国防军备，提高国防预算啊。所以，赫格塞斯仍然继续要求提高国防预算，直接点名纽西兰，你要把国防开支提升到 GDP 的2%这个目标要求。否则呢，说这是一个搭便车的行为，暗示各国都应该自动的把目标提高到3.5。不过纽西兰财政部长说，哎呀，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闲钱呐，那会是极具挑战性的。我们没有数十亿美元可以闲置放在沙发底下，看起来真的是酸度爆表啊。那当然，澳洲学者也说，华府显然想利用这次的相会是要安抚亚太盟友的，想要努力维持跟北京的关系。但是目前的情况是什么？看看中东战争、拉美军事侵略，看到的是咄咄逼人、言行嚣张的美国，两者完全相反，也就是说，不是可靠的盟友，不是和平的维护者了。所以，当看到央视看到这些最新的军武的秀肌肉，央视有052DL 整合英籍的20解放军反舰主力这个看到的画面可以看到了这个新战力的新台阶。在这个报道里面特别强调，这种不管高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那还有英籍20这些具备重大的大型的航母舰的编队能力。不是过去那种只有10艘055大驱现在名单还有10多艘的052DL直接到20几艘这些军备还有弹药的这个精准能力是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时候，空中炸弹卡车也亮相在南海，还捕捉到歼16在机翼底下挂载多达10枚的导弹有8枚射程可以高达200公里的这样的霹雳15，引起了很多国际媒体的关注，当然也是大陆在南海这里也在秀肌肉。我们先邀请姚明老师。其实日本最近这个在军事化的作为跟发言我都觉得蛮疑惑的。你真的要跟中国大陆去做军事上的敌对吗？目前看起来很多的这个作为都是如此。那他跟美国做
就是军事上的合作，然后呢，在军事化的一些部署，跟菲律宾以及跟澳洲在做这个，不管是杀伤性武器的出售，还是说准同盟关系的建立，战略伙伴，那言辞当中都是针对中国。当高市早苗到韩国去访问，李在明还当着高市早苗说，我们东北亚3国，韩、中、日。他把中国讲进来了，因为过去这3国一直有在推动，就是高峰会议、部长会议，甚至可能考虑签署大型的3边 FTA。可这2年完全停下来。李在明当着高市早苗面前讲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提醒日本，其实你经济这么的依赖的中国大陆的市场，你安全是依赖美国是没错，但是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逼到一个军事上跟中国对立的，甚至两边关系恶化的这个角度去呢？那你毕竟是个小国，你要懂得相对于中国大陆它是个中等国家，你要懂得这个因应之道。结果高市的怎么回应？高市完全不提中国，他只提日韩、日美韩以及印太战略，就又是讲到军事战略。所以当小泉进次郎我一直这一次想要听小泉进次郎讲英文，因为他曾经留学美国的可是他在竞选的时候。结果人家叫他讲英文，他完全回避。看起来这次他也没有讲英文这是个小插曲。关键是你怎么去说中国大陆的军事拥有核武，所以就没有角度来去批评你在军事化或者是军国主义的这种所谓新型军国主义的出现呢？那很清楚啊，所谓的军国主义就是现在针对2次大战期间你对亚洲人民所造成的伤害，你有没有深切的去反省？像过去德国那个样子，现在德国要发展这个武器，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各国在欧洲国家都欢迎。可是呢，日本呢，大家都会有一个警惕，因为你现在在做，尤其是你要修改宪法修改非核三原则，要引进核子武器，这些问题都会引起大家很大的质疑。也就是你要作为美国在这个区域的这个代理人，那你这个质疑，你不要忘记，中美英法俄是在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当中。合法的核武拥有国，那你为什么你既然质疑中国，那美国、俄罗斯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关键是你自己日本本身为什么要走这条道路？那现在特别看到的是在军事预算上面，中国大陆是排名第2，没错，大概2025年是3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日本呢？日本从2022年350亿占它 GDP 的1%，到去年2025年来到了将近550亿。今年高市早苗就一步到位，来到 GDP 的2%，700亿，所以就 double 了。所以比例上你已经是 GDP 的2%。中国大陆呢，虽然是3000亿，但是是它 GDP 的1.6%。那现在美国呢？美国是来到了4点多。我们台湾是多少？台湾9495亿的国防预算。我们的国防预算，政府预算里面每3块钱就有1块钱，1/3花在国防预算。如果再把那个7800亿除以8加上去的话，其实老早我们就已经超过3.5%以上。那就像马来西亚或者是那个纽西兰所说的，我们的床铺底下哪里找出来这么多钱呢？用在国防预算上面。你知道我们教育预算是多少钱吗？去年3470亿，所以是我们国防预算的1/3。好，所以呢，现在连社会福利应该都是占最多的，只有8000多亿。我们现在这么多的高的比例，台湾的钱预算，固定的预算、额外的预算花在军事上，而军事的采购、军售又被人家取消搁置，所以自己要面对。我们看看日本的这样一个发展对日本的经济、整个社会的影响跟冲击，台湾这边也要深思。孝瑋。好，其实我们看到这次那个中国大陆，当然他在那个香格里拉会议，虽然他的国防部长没有来，但他们的这个央视也透过他们的这个央视7套展示了他们的新的这样一个拳头那它这个052DL 的这个驱逐舰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它就是052驱逐舰的加长型。
为什么说052驱逐舰要加长呢？因为原本过去中国大陆在052上面使用的这个直升机是直9，但他们现在有这个直20出来，直20它这个船比较那个机身也比较长，所以它这个052D要那个加长。而且其实中国大陆它现在最让人这个瞩目的就是它的造舰能力它这个造舰能力，它现在光是旧的052大概加总起来已经有大概超30多艘了，然后再加上新的这个052D，然后再加上他们这个所谓的055的这个大型驱逐舰其实它这个编组其实就是在为未来这个做远洋的这个作战预做准备。虽然说他们现在包含052、055等等，也已经经常到这个波斯湾或是阿拉伯这个水域执行他们这个海上安保的任务。也就是说，因为在波斯湾跟北阿拉伯海有那个世界各国的海军有一个共同这个对抗海军那个海盗的这样一个机制，但中国大陆它基本上不希望那个接受这个美国第5舰队的这个节制嘛，所以中国大陆就自己派了舰，然后在那个地方如果有大陆或香港的这个船有这样护航请求，他们呢就会派出他们的军舰去，而且它是一个常设的这样的部分。那这种你如果到海外去作战或者说是未来在跟航空母舰做搭配的时候，就很需要像055这种大型驱逐舰，因为它干嘛呢？这种055大型驱逐舰它就是作为一个防空指挥舰的一个角色。因为其实像一般的这个驱逐舰，它的这种作战用的这个决策那个指挥系统，在美国伯克级上它装了一套，但另外之前它那个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他们就装了2套可以让指挥官来进驻的时候来做。那当然你也看到它这个中国大陆它那个歼16这个战机它这个空中飞弹卡车，因为歼16跟这个霹雳15这样的搭配，因为霹雳15在这个去年的这个印巴空战里面已经证明了那个霹雳15是一个有效的武器。其实这个人类的这个空战发展史里面去年的这个印巴空战绝对是这个A 社 B 岛可以在世界空战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另外一个一席之地就是那个1958年我们中华民国空军用响尾蛇飞弹在台海空战里面赢得了这个胜利。在那之前的重要里程碑是德国人在1944年用喷射战斗机出来所以呢其实整体来讲，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甚至于他说这个052D的这个驱逐舰要整合这个鹰击15这个飞弹。鹰击15这个飞弹其实跟我们的雄3飞弹长得很像，但是没有谁抄谁的问题，因为过去俄罗斯就长期开发这种高超音速超音速的反舰飞弹。那这个超音速反舰飞弹后来这个他们的叫 Mosquito 那个SISN 22号，它那个后来卖给中国大陆的，跟着那个驱逐舰一起卖过去就是Sovremenny 现代级的这个驱逐舰卖过去。那中国大陆其实也掌握到这种冲压发动机生产做的这种反舰飞弹的这样的能力，所以中国大陆就有好多种飞弹是这种那个冲压发动机的。它的特色是可以达到这个4倍的音速，不过如果它是用能够伏击的方式低空高速的话，大概差不多射程在200到250公里左右了。美国人基本上对于这种高超音速的反舰飞弹，特别是那个冲压发动机，基本上美国会说这种飞弹它如果数量大是个威胁，但是如果数量不大的话，因为它发射的红外线讯迹很大比较容易被侦测，那比较被容易侦测到，那相对来说要拦截它的可能性就会提高了。聂老师 ，OK， 我们回来讲一下香格里拉这个 dialogue。那为什么我要谈这个呢？因为你知道 dialogue 它不是 summit， 它是一个对话，而不是高峰会。可是呢，你会发现，这个对话的内容的东西，这个目的以及它目的是非常严肃哦。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其来有自2002年，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大家想要维持，最开始是为了维持亚太的一个所谓的防务安全当然，现在把它谈到了叫国际防务，因为现在有德国、法国、美国也进来，尤其美国一进来，把它弄成国际。最主要、最早其实就是英国，它的这个国际战略研究院跟新加坡当时的它的一个国防部里面的亚洲的那个峰会的一个办公室里面所共同谈的。他们谈的议题原来是很轻松，就是说找一些国家来，那为了我们这个区域的稳定。就没有想到现在弄得越来越严肃。好的，不管怎么说，这些28个国家里面，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国防、有军方高层，甚至有政界高层。这里面这问题就来了，你会发觉大家在这时候就比这种除了军武实力的人比较高的人讲话之外，还有就是你在这里所占的位置嘛，像日本在这个2战时候的角色，当然中国当然会不让他发出太多的声音。再来美国呢，他之所以要来，因为他必须要有一种叫做全控、完控整个全球的军武的力量，所以他在这时候非讲话不可。所以赫克塞斯他为什么把国防部长改成政部长呢？他现在就看起来就是一直要攻，就叫战争嘛，就跟川普的攻击再攻击一样。现在赫克塞斯就强调，这个也是川普的话嘛，全球不管你1%、2%，你最少要升到3.5%的这个 GDP。然后呢，来这购买军力，而且我知道美国的想法就是，你也不要像别的国家买，说不好听一点，印度要像这个
俄国去买，他就不爽了，你知道，就给你高关税，所以你买的对象就是我嘛。所以你知道美国在里面扮角色是什么？我就特别强调美国说不好听点，他第一个当然就是要钱，这个一个在全球现在国债已经欠到39兆，光利息你要付1兆多的这个国家，你觉得他需不要钱？川普一上来关税不是要把全球当做这个全球提款机在提钱吗？这是一个重点。好，第二个呢，他就是要在全球全控完控这个国际军事，所以你会发现这里出现了一些我觉得有趣的东西。那当然呢，中国现在军事实力不差，它的整个国防力量也不差。它到一定的水准之后，只要它在场，美国讲的话，在场的一些过去我们讲小老弟好了，这些人开始会盘算咯，到底是我能不能得罪中国，还是我完全听美国的走？如果没有中国在，大家都听美国的啦。说不好听点，不是贵就是趴。但这次不一样，你会发觉我们等一下再讲纽西兰，先讲马来西亚也好，越南也好。我说不好听，只有2种需要去买军事。第一个，它真的2种可能。第一个是你需要，你真的国防受到很大威胁需要。第二个，你很有钱，反正乱花没关系。就你会发现，马来西亚也好，或者越南也好，他们觉得暂时没这个需要，你知道吗？那纽西兰更好玩，他竟然用刚刚讲的很酷手这种讲法，我没有那么多钱放在沙发下，那我们在台湾，我也想一下，台湾能不能学纽西兰这样回应？我没有那么多钱放在沙发下，当然不可能，因为台湾太有钱，川普看准你了。可是台湾的需要到底有没有真需要？我都很好奇。我就讲，就是这里面看起来只有一个菲律宾在亚太这个地方。菲律宾主要是因为现在马可仕嘛，他毕竟是亲美的，他当然会比较靠美国这边。如果今天哪天又改选出杜特地派系上来，又亲中了，这时候美国在整个香格里拉 dialogue 里面的话语权搞不就弱了？而且中国实力会越强，美国会越来越弱。在几年之后啊，这是每年5月底到6月初所办的这个所谓 dialogue， 就是香格里拉对话哦。各位，我预估一下，在2年3年之后，你看哈，美国的声音可能就不敢那么大声，而中国的声音会越来越大。好，来看一点，在中东国家现在正处在一个紧绷的，有没有机会得到和平的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轻松的话题。中东有一个网红，粉丝数7000万啊，到中国大陆去访问。那到了这个叫做阿波哥啊，去访问深圳的时候，看了很多 AI 的公司跟企业啊，那被说很有意思，它是中东地区甚至是北非最具有影响力的顶流内容创作。那创下12天直播筹款可以高达1100万美元的金氏世界纪录，就是这样的网红。好，在深圳玩了2天，体验无人车啦，逛智慧园区啊，智慧商圈呐，他一直说哇，这个是科技无对手，科技太惊人啊！如何？还去手机店体验了一圈，买 AI 功能智慧手机的这种手机呢，直接当场买了5只手机，大赞哇！深圳像第2故乡一样，反正就很爱啦哈。结果呢，他跟机器人比赛跑步，结果怎么样？来看看他刚开始信心满满，先跑，结果机器人没有几秒钟就把他超过了。最后怎么办呢？他干脆骑摩托车来跟机器人比赛，才好不容易超越了哦。那还有呢，他居然要叫计程车，整个直播的过程居然叫到了无人的出租车。透过画面看一下，这个画面上还有这个出租车，发现有这个无人车的情况之下，他还想要没有人呢，他们想要去给小费哦，就发现没有这个系统，没有办法塞小费，没办法给。那总之在大陆也不流行收小费，那算他体验了一个很特别的无人驾驶商业化的营运。那后来呢，他还到了深圳去看张雪机车，被形容叫做被种草了啦。他去看了这个荣耀旗舰店，来看看有画面吗？他看到了张雪机车的时候，难掩激动之情，激动的不得了。来，我们先听听他现场的画面。Woohoo! That's a nice. I want to buy a company. 7,000? No way, 7,000. $2,000. 世界冠军拿到，连所有的网红都已经惊掉下巴，想要赶快买的这样的情况。其实中美的 AI 晶片战，现在的情况是华为直接宣称，他说感谢美国促成我们的晶片发展。这样的谈话呢，由徐直军公开讲，他说谢谢哈。最新的技术发展之后呢，其实不管怎么打压或围堵，让整个华为快速的发展，公司没有走上快速的毁灭，没有走到你们要的路。那么外部的压力呢，反而推动了中国半导体产业链的快速发展 ，AI 产业全部一下子拉拔起来，包括了华为、阿里9款国产的 AI 首纳中国，说被形容叫做安全可靠的认证系统。那这些9款 AI 晶片直接是埃及认证，加速了整个大陆的国产晶片的可靠跟占比啊。
中国的邮政网络部署了人形机器人，刚刚是跑步的哦，有些做家事服务啊，也有人在做机器工厂啊。但是呢，光是人形机器人送邮包，每小时可以处理1200个包裹，这都是一个新的时代。那当然，中国大陆跟加拿大的关系，昨天我们谈到了，王毅去访问加拿大，王毅特别表示，中加关系回暖，符合双方利益。那么两国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拥有巨大的合作空间。这也是卡尼公开讲啊，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因应全球的国际货币跟金融体系承担更多责任。他公开的喊哦，我们要扩大人民币的国际角色，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摆脱边缘地位。那当然，这是在讲给美国听吗？美国要加拿大成为51州，那卡尼说我们要帮助中国大陆成为更重要的国际角色，甚至是货币。而相比之下，美国在干嘛？美国还在为了这个美墨加协定要求要修正。川普不开心，所以要求提高这个关税，到底怎么修，实在不知道。那要让汽车半数的零组件，通通都要让材料产自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才能够享受下一个阶段的低关税。相对于此，中国大陆已经在大量的跟加拿大用低关税各种的合作事项正在进行，相比之下特别的明显。跟大家说明一下，什么叫华为提的涛定律？涛定律。这个涛其实是一个时间常数啊，那它这个说法其实也就是针对2个超越或2个跨越了。第一个是针对半导体制造里面有一个这个定律叫摩尔定律，很早的时候几十年之前的 Intel 的创办人 Gordon Moore 他所提出来的，他大概每2年就会进入到一个更加的几何的微缩，也就是这个奈米的晶片的 size 会越来越小，那它其实可以更加速它的效能，那甚至可以减少成本，那表现更优良。我们几乎看到大概整个晶片的这个制造代工都是这样的进程。现在你看到从28、14，然后呢7、5、3、2奈米，现在可能要走1.4奈米。但是在接下来呢？而且走到3跟2的时候，发觉到这个成本不是越来越小，是越来越贵啊！而且往往那个整个制程所需要的光刻机、所需要的设计工具，像是 EDA， 它已经变成基本上是垄断。某一个公司，就不管是台积电，这个当然站在台湾的角度觉得很高兴了哈。我们台积电在晶圆代工上面几乎接近的先进制程90%，然后其他的光刻机就是荷兰的艾斯摩尔，然后呢 EDA 是美国的厂商。所以，当美国开始对中国大陆进行科技战，也就是管制这些成品出口、晶片的成品出口，然后呢，光刻机不准卖给他，然后呢，做先进制程的这些 EDA 或光刻机都不可以卖给中国大陆的时候呢，所以黄仁勋这2天就说，华为跟台积电的差别在10年。如果今天是以摩尔定律的情况之下，它真的可能差别是10年。华为只做到7奈米，然后呢，台积电已经是2奈米在量产，现在往1.4。但华为这一阵子在5月20几号的时候就提出来一个涛定律，而且是由他的这个董事负责半导体制造的总裁一位女性叫何庭波，她所提的。她说这是什么？这是过去华为已经做出来的，而且已经使用的381款芯片当中得到的一个经验，也就是去透过各种的逻辑折叠。去增加晶体的密度，然后用程式用整个减少这个就是说电子运算的这个时间缩短时间，而不是缩短尺寸的方式。他说这个不一定是完全取代摩尔定律，可是呢，它是可以让华为在摩尔定律的这种以及美国科技战的限制之下，2031年能够达到1.4奈米的效果。那台积电预计是2028年达到1.4奈米所以我觉得华为这个也走出一条不同的路，但是它能不能够取代摩尔定律，我们不知道，因为摩尔定律越走到后面，其实越受到质疑，你能够再小下去吗？也许华为真的走出一条新的路，也适合他自己，也跨越了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科技战的地缘科技的限制。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世代呢，全球的国力竞赛已经早就不是国防啊，当然全部都是 AI。以中国大陆看到这个网红到大陆去看呢 AI 进步的情况，他非常的惊艳。好，我讲好，我想今天呼应这个永明讲的这个陶定律，因为本人是这个工学院background，我讲一下陶。大家都知道希腊字非常重要，很多的科技都从希腊字过来的。A 就是阿尔法 ，B 就是贝塔 ，R 就是伽马。那涛是什么？就是 T。它原因是 T 是什么？是时间。我跟你讲，陶定律，当何庭波是一个湖南才女，本人呢刚好我父亲也是湖南，所以是湖南省籍。我非常欣赏湖南人的这魄力。那这个人呢，实际上刚讲的381种晶片，也就是在2020年被拜登、华为清单3次之后啊，他们开始呢被锁喉之后，他们去研发出了一个可以更快速效率的，就是用时间缩短。我这样讲好了，刚才有讲到这个奈米，什么叫但他们叫纳米啊，叫做 nanometer， 它是10的9次方分之1 meter 1公尺啊，也就是你看多小呢？是你们头发的10万分之一。那这么小，我跟你讲，这是非常非常难的技术，即便大陆在2014年丢了大基金一起计划扎钱，扎不起来哦。那即便在更早期，2001年大家知道，他们找了中芯半导体的张军去弄，在浦东也建造不起来，因为它进到了7奈米、5奈米已经走不下去了。刚刚讲到摩尔定律是1965年啊，这个郭德摩尔没有错，那是不是盛极一时的 Intel 所有的电脑里面都有5个字 INTEL， 他当讲的话就是圣旨，所以18到24个月可以2倍，就是在几何上刚讲越缩越小，做小中国做不到5奈米，可是它超速了，做高速公路，在一个城市中一直累接就塞不了路了以后，它要用高空的快，没有阻挡，也不用绕路，这就是涛定律。各位去研究一下，这个涛定律会不会突破？未来到了等级于1.4奈米的效率，这是非常有可能。以我看到大陆做事的风格，我跟你讲，他现在预估2031年，搞不好2028年就超前了。我就讲一个波哥最有趣了，波哥这个人到了这个中国去以后，他太高兴了，你知道这中国人。他跟着你不要刚机缘赛跑，他跟了好多地方受到大家欢迎，你知道吗？因为他的确很有名，7000万个这个粉丝啊。他说他这看到深圳，他说这个深圳真的变太多，他说这是最美的城市之一，太美丽了。可是我觉得最美丽的不是人。然后他做了很多酷手影片哦，因为他很有名，他是网红。我跟你讲，现在未来的结果会是怎样？这个网红会把中国的 AI 科技呢，像刚刚跑步这个带进全世界，广宣到全世界，而且会让全世界在拉帮结派，很多的盟友会越来越喜欢中国，越来越相信中国，越依靠中国。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看看大陆最新的 AI， 让中东7000万的这样的网红都觉得哇，很瞠目结舌。哦，其实不止他瞠目结舌哦，我去年那个12月啊，去了一趟深圳啊，然后去了深圳的时候是深圳那边朋友接待我，然后我们开车到一个那个地下停车场，对不对？然后他到那个地下停车场之后，那个停车场很窄哦，因为他没隔哈，那个商场有时候哈那个停车空间不够，所以啊他就说，哎，我们先下来。我们就下来，我说你呢？我说他也下来，然后呢，他下来之后啊，他就用语音跟他的那台车啊说，哎，什么小智同学，你把我车那个倒车入库，然后那个车就这样倒进去了。我们2个人都下车，然后他那个车就自己倒到那个位置上，而且他倒到那个位置上之后，把车锁好，干嘛嘞？因为你就会发现，因为他那个车的跟车那个就是车格跟车格之间很窄，然后那另外那个，所以他必须要那样子做。然后那另外我们也去看了那个华为的一个展示间，他也不是那个带我去一个特定展示间，就是我们去吃饭的那个大商场旁边就有个华为展示间，带我进去看。哇，那个华为的展示间啊，说真的，你说为什么华为的这个老板会讲说感谢美国？因为现在你进华为的展示间啊，他从手机卖到那个就是电动车、智能车啊，一应俱全。你说在台湾大概哪一个企业啊，能够说啊那个开始啊卖这个东西，能够把它从这个手机一路卖到电动车，什么都有。所以好，因为这也是因为当初啊美国在晶片大战上面来说啊，对中国大陆特别是华为，因为华为当初的这个5G 的这个开发的这个速度哈比西方要快，而且啊感觉比西方要稳，所以呢当时美国啊很担心被中国大陆超越之后，所以他就对华为有一系列这样的限制。